如果有人告诉你，全世界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一再公开指责一个地方偷走了美国最重要的科技产业，你会怎么想？他说的是火箭吗？还是电动车？答案是半导体，而他指责的对象是台湾。最近这几年，这句话在国际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川普说，美国原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晶片产业，现在却全跑到了台湾。这不只是政治上的口水战，更是一个扭曲历史、严重伤害无数科技人情感的控诉。面对这样的指控，台湾的产业界与历史见证人终于忍不住了。联电创办人曹兴诚直接站了出来，戳破了这个政治谎言。他说，台湾偷了美国的技术绝非事实，因为历史白纸黑字，不容抹杀。台湾的晶片业从来不是偷来的，而是50年前在台湾最艰困、最贫穷的年代，我们倾全国之力，合法正当、堂堂正正向美国买下来的。那是一场赌上国家命运的天文数字豪赌。时间倒流回1976年3月5日，在美国加州，一份看似不起眼的商业合约正式签署。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份合约不但改变了台湾的命运，甚至在50年后的今天，还会成为台湾反驳指控最有力的铁证。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1970年代的台湾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那时候的台湾还没有护国神山，没有台积电，没有 AI， 更没有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工厂。1976年的台湾，国民平均所得甚至不到400美元，很多家庭才刚摆脱贫穷，整个国家还在努力追赶先进国家。然而就在那个年代，台湾政府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要发展半导体。问题是，当时的台湾根本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经验，甚至没有足够的人才。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最笨也最诚实的路，直接花钱买。工研院代表台湾与美国当时的科技巨头 RCA 公司正式签约，总金额350万美元，其中250万美元是技术移转费，100万美元是授权金。别小看这350万美元，放在当年，那是一笔惊人的天文数字，是整个国家砸下所有身家财产的豪赌。整个基体电路计划的预算接近1000万美元，换算当时的新台币大约4亿元。这笔钱除了购买技术之外，还包括兴建台湾第一座晶圆示范工厂，以及派遣20多位年轻工程师前往美国接受训练。更有趣的是，台湾当年买到的还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当时美国最尖端的是3.5微米技术，而卖给台湾的是较落后的7微米技术。原因很现实，因为比较便宜，也比较省电，符合当时台湾低阶消费电子产业的需求。换句话说，台湾不是偷走最先进技术，而是买了一套别人眼中没那么重要，甚至有些落后的技术种子。真正改变命运的，其实是台湾人后面的故事。技术买回来之后，没有奇迹发生，没有一步登天，有的只是无数台湾工程师日以继夜的研究，失败，重来，再失败，再重来。那批被派去美国受训的年轻人，包括曹兴诚、史清泰、
曾凡成、蔡明介。他们在美国的工厂里没日没夜地学，把所有细节生吞活剥地记下来。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台湾半导体的火种。从3寸晶圆开始，从7微米开始，这群工程师一步一步往前推进。1980年，联华电子成立，半导体开始走向商业化。接着，政府再投入更大的资源，建立6寸晶圆示范工厂，研发3微米制程。到了1987年，另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诞生——台湾基体电路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台积电。从此之后，台湾开始走上一条与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开创了纯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我们不与客户竞争，我们只专注把制造做到极致。当美国许多企业选择将重心放在高毛利的设计与软体时，台湾选择留在最辛苦、风险最高的制造现场。晶圆厂24小时不停运转，台湾工程师半夜接电话赶回工厂，设备故障就连续工作数十小时。这些事情不会出现在财报里，却成为台湾半导体崛起的真正原因。这不是运气，这是全台湾上下几代人用汗水与青春硬生生拼出来的科技奇迹。所以，如果回头看国际上的指责，问题其实不在于美国有没有把技术卖给台湾，因为答案非常清楚，有，而且是白纸黑字签约出售。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后来选择的产业道路与台湾选择的道路不同。美国企业逐渐把制造环节外包，而台湾则把制造做到了世界第一。这是一场商业选择，不是一场偷窃。更何况，是台湾无瑕疵的极致制造能力，成为了最强大的垫脚石，才让美国的苹果、辉达、超微、高通等科技巨头得以称霸全球。这不是偷窃，这是全世界最成功、最值得信任的商业合作。如果今天有人说台湾偷走了半导体产业，那么或许更应该问的是，如果真的是偷来的，为什么当年要花350万美元堂堂正正的购买？为什么要投入1000万美元国家预算？为什么要派工程师远赴美国辛苦学习？又为什么要用50年的时间，从落后的7微米一路爆肝，走到全球最顶尖的先进制程？1976年的那张支票早已向全世界证明了一切。台湾不是偷走了一个产业，而是在最贫穷、最艰困的年代，埋下一颗微小的种子，然后用半个世纪的团结与奉献，把它种成了一座庇护全球科技的巨大森林。而这座森林，今天的名字叫做台湾半导体。这是属于全台湾人的骄傲，也是任何人用政治口水都无法抹杀的历史真相。如果你喜欢这类全球科技产业趋势与历史背后的真实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 Taiwan Beyond 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面对国际上的不实指控，你认为台湾人应该如何更自信、更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故事？留下你的思考，我们下次见。